Hello，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蝎子上单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。蝎子上单这套出装就基本上定死了，然后利用减速，它那个增伤触发那个增伤效果，其实蛮疼的，在前中期。后期的话还是主要是靠肉，然后去利用身位去开团，然后去消耗对方。然后第一件事肯定是要做面具的，面具的话。其实就是吃这个面具的百分比伤害，然后蝎子上路对线大树，两个其实蝎子还是蛮舒服的，对线这种，它线上没什么太大压力。蝎子其实对线压力对线其实不强，它就是混。打团的话就靠那个什么 W 技能然后 Q 技能去远程消耗，对方敢硬打的话，对吧？减速到以后再放大招去恶心对方，不要大招起手，先 W 起手再加大招。但队友坑这个英雄其实很难吸，这一局其实我就这么跟你们说吧最后是输掉了的，大概率是队友也多多少少有问题。我看他这局挺 carry 的，因为对线的是这个大树所以没什么对线压力。这一局下来整体是很舒服的，只要把他的 E 技能躲掉，这大树没有太多的那种能线上斩杀人的能力。大树是没有的。那蝎子 W 还有那个 W 是有护盾，对吧？人家那个大树的话是有那个被动，平 A 可以吸一口，看到没有？吸一口，两边差不多，就那种，知道吗？卧龙凤雏对，没错，就是卧龙凤雏的那个互拼。卧龙跟凤雏给大家讲讲，这是三国时期很顶级的谋士。但后来因为一部电影，青冈野直接闪现过来给输出，结束，很舒服。这里的话让青冈野走，不要推线。其实青冈野是想帮忙推线的，但这边是 TP 上来，然后对吧？想卡线，让对面消耗点。一技能顶，就是他们敢站在你身后，你就回头一技能就可以了，把他顶到塔下，很轻松。所以对面其实蝎子是不怕对面压线的，对面敢越塔更舒服了，我跟你说。特别是兵线卡在塔面前的话，对方赶过来就直接把他拖进来。但可惜蝎子放大招的过程中呢，不可以放闪现这是唯一不爽的一个点。再一个 Q， 对方有那个了。知道对方是往这边走的，再给一个 Q 拖了这个回城的时间。这里大招直接把两个人拖进来，能换一个吗？换不了。这边小兵 A 死了，乌鸦过来还是死了。哎呀，可惜没给到人头乌鸦，其实乌鸦拿人头会更赚一些。看到没有？这里就我说到的，不要去越那个那个蝎子的塔，非常亏。
这里啊，他的 W 是很容易触发这个面具的伤害，就是那种烫伤。所以他其实在线上，只要这个半件小件做出来以后，这里在大招很轻松的啊完成了一次单杀，就不用看，哎，这个英雄就是跟塔一起对线的，只要他一塔不掉啊，这个蝎子在线上就是有一定的优势。他一塔掉了，那蝎子，你说实话，你这局你就是纯菜，就是纯菜蝎子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5分半，然后彗星已经叠了13层了。对面大叔说真无语，太惨了。好了，14层的彗星了，而且这个 Q 技能还是 AOE 伤害啊，那就是推线其实还蛮快的啊，不走位，对方骗你打团，哦，卡了，应该是大招再拉出来，直接烫死了。哎，大招是有 AP 加成啊，所以面具的话是对大招有一定的加成，但其他技能 W 也有加成，但加成太少了。W 技能的话，大招的加成会稍微多一些。之前还有人教大家说玩 AP 纯 AP 的那个蝎子啊，其实蝎子本来胜率就低，真的很低。我跟你说，蝎子胜率真的很低，而且蝎子资源其实挺快的，它的 E 技能可以无视地形去作为一个资源。哦，可以啊，这个青干野。哎，这局说实话我都想不明白怎么输的。这优势其实，你看这个乌鸦跟那个卡米尔其实玩的挺不错的呀，很难以想象。反正这局大家知道他输了就行了，然后我们看他怎么输的吧，给点悬念，不要往后滑啊，一定要去慢慢看，慢慢体会啊，队友给你带来的折磨，然后你用蝎子怎么去折磨对面，哎，已经形成了个闭环，非常好。甚至补兵的话，你看他就利用 W 去补兵就行了 ，Q 技能去消耗对方。你可以看到他第一件装备出来以后，其实是利用 W 去补兵啊，然后 Q 技能，然后接平 A， 如果不需要去消耗对方的话，就平 A 给自己。哎呦，龙龟在这，那活不了了。大嘴可以看到大嘴的技能，就肯定龙龟又控到的话，肯定跑不了了。那这边的话，队友吃下路的资源，往上打就行了，往上推就可以了。卡莎不会送了吧？我感觉卡莎那个位置肯定会送。好，一堆技能，对方选择越塔，我大招躲掉 ，TP 赶紧支援。哇，对面还没杀掉，大招哎还没中，哎这边大招拉回来，哎塞纳拿到人头非常到位，这里 E 技能 W。哇，大树粘住以后，这个塞纳应该是活不了了。这样子走吗？肯定走厕所位啊。一个 Q， 但 W 绑过来，最后 A 一下结束。这个团战打得好混乱啊。其实塞纳走厕所位是厕所位是最好的，他还能再拖，他走这个位置，他肯定是显形的。其实这团战打的蝎子拿太多人头不是什么好事啊。
我是这么跟你们说。蝎子最好就是人头少，助攻多，干的活比较重，哎就可以了。这样子是，然后队友优势，对吧？那这样子蝎子会非常的舒服打团。他只需要吃伤害去 poke 对方就可以了。哎 ，Q 技能命中以后 ，W 命中对方脸上的对手，哎，再 Q， 但对面大嘴好像要成型了呀，他的装备，这是 AP 大嘴吗？可惜他是射手位啊，射手位这么玩大嘴是吧？哎，说实话，大嘴也是这版本很恶心的一个英雄啊。也有这样的，也有人这么玩，然后我看到我队友这么玩以后，其实玩的还不错啊，补伤害补的非常到位。卡莎这样子做进场，对面大树我一直给到大招以后，啊，直接倒下了。这边的话被嘲讽了，大招拉回来2个人，哇，这伊泽瑞尔像个战神一样在那打输出，哦。大嘴一个 W 扎死没有？没有，一个 Q， 没有太多的留人技能了。哦，塞纳哦，最后还是被烫死的。哦，已经很大优势了呀。不会大龙被抢。这乌鸦跟那个谁啊，卡莎还有这个塞纳，很挺后期的英雄啊，这2个，我觉得不至于说这么惨吧。但时间来到了一半，我记得是20多分钟结束比赛，到了超级大后期，非常大后期的话，我觉得大树其实挺强的。特别是大树虽然说辅助位啊，他前期脆，那他4件套肉装4件套成型以后啊，他到后面其实挺肉的，而且2件套以后，你只要他做一件那种有烫伤的装备，就比如说日炎或者说璀璨回响，是吧？然后黏住对方的中单或者说 C 位。这边团战打得非常的乱，射手没人保，大招闪过去，E技能顶住一个闪现，给个 Q 减速到以后给不了大招吗？哎，E技能顶到以后大招秒掉，龙龟在后面搅局，哇，轻松的打出了一个0换5。啊！拿下了4杀，好强啊！哎，我收回我的话，我靠，对面伤害不行，我感觉。哎，都优势打成这样子了，0换5哎。然后甚至他这边把鞋子给换了，不要换鞋子啊，千万不要换明朗鞋，伤害不够的。不是扛伤扛不住的，他前期这局其实还是需要他去做扛伤的，不要去换，他这一步有可能就是错误的棋，他可能啊多扛几下平 A 啊就能更 carry 了，或者说换那个魔抗血，因为对面大嘴已经开始成型了，而且大树的话 Q 技能是有100%伤害，100%的魔法伤害啊。E技能，在旁边给 Q， 对面大嘴已经开始成型了。这个时候，哇，有大龙也没用吗？完了，送了，看到没？哦，是中单大嘴是吧？队友没选择抱团，选择了分带。但塞纳这边不知道能不能秒伊泽瑞尔。扛不住了，出事！哎，这里一个 W 闪，大树的话后续跟上伤害啊，把辅助给换了。这边的话辅助不用去管它，大树走就行了，已经赚了。说实话，因为有赏金的，换人头对于劣势方就是赚。
而且经济差也比较大啊，5000往上，他这个时候拿都是大人头。频繁的利用 QW 技能啊，去消耗对方。15分钟了。好了，队友开始掉点了。一个乌鸦顶住3个人伤害，乌鸦这个出装已经是非常稳的半肉出装啊！哎，哇，哎，这么扎实的阵容，这么扎实的出装。浪输的吧，我觉得。哎，我当时会以为就是那种打到中间就，然后后面被翻了，很艰难。其实准备都3路告破，然后，哦，这么变，这么爆了吗？估计是队友闹矛盾了嘛。我感觉这条龙会被抢，怎么说？哎，塞纳怎么可能跑来这个位置啊？抽象，我只能说巨抽象。这条龙应该是可以稳稳拿下来的，对面3个人掉了，牛逼。然后大嘴这里，哎，看到没有？就这么被换了，啊，这么被抢了。好了，败局出现，果然是有被抢大龙的原因。那这样的话，大嘴开始要起飞了。其实，再拖就是20分钟往上走了呀。其实刚刚如果蝎子不在下面，反而是更好。因为大嘴这种就是大招流这种大嘴啊，最好的就是在上面，然后直接就往龙坑丢技能，是吧？恶心。然后大嘴的话，应该是很能排这个线呐。哎，你看没有？这个线根本扛不住大嘴的伤害。你这个时候没有大龙 buff 是顶不住大嘴的那个兵线，是顶不住大嘴的伤害的。猛猛的给大招啊，土粪，大粪。哎，说实话，他这种还不如带上路线，把这个上路高地给破了。龙魂没了，也可能。哦，已经远古龙了。没有龙魂这一局 ，W 很能扛伤害啊！只要对方打这个消耗这个，那队友那边被开了，大招这个大嘴，但没人补输出。哦，大嘴不是大嘴，是谁？完了，活不下来了，出事！卡莎不在位。
卡莎回家了，卡莎挂机了，完了。哦 ，ADC 真挂机了这一局。哦，原来输是输在 ADC 这里面。那没了呀。其实他利用这个远古龙推的话，他们拿这条大龙1分半，拿这条大龙是绰绰有余的。卡莎选择这个人机卡莎挂机了的，直接把上路推了吗？推不了，肯定推不了。这条大龙还碰不了，因为对面有远古龙，你还打不了这个，然后超级兵也全没了。这个时间点打团是必输的，全是真伤，你知道吧？活不了。那这一局其实稳赢的局啊，原来是卡莎这个射手挂机，人机卡莎推了好几波，完全让对面大嘴给守住了。这条龙对面拿到的话，后续就很难打喽。看没有，就是那条龙，就是翻盘的关键。卡莎应该是回来了。我说大嘴，活不了。那行，那第一局的话，就从那条大龙被大嘴抢掉以后啊，确实没办法了。那第一局就到这，欢迎大家接着往下去看。